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《忍者神龟2代速通》，又是一期小伙伴的投稿，投稿的是小叶爱默默，通关的时长是28分钟多。这款游戏的流程是真的长啊，我自己录制的话大概要40多分钟，慢慢打。选择的角色是叉子。叉子叫做拉斐尔，其实我个人更加喜欢用刀或者是棍子，感觉它的 AB 看起来范围更广。AB 的话其实是有技巧的，你需要先按跳，然后再按攻击键。有的小伙伴可能觉得对面怎么踢一脚就躺下了呀？日版和美版的血量是不一样的。早年的很多游戏，日版和美版在关卡的设计上，或者说难度上，都会有所区别。这里要打2只机械老鼠，不算是 BOSS 战，算是2只精英怪。清理的非常快啊，使用 AB， 每个 AB 是打了2段。刚才这一下难了呀 ！AB 之后快速的左右晃动方向，这个技能我是不会的。我虽然知道使用方式，但是我的手速跟不上。第一关是燃烧公寓，这里打的 BOSS 是罗斯泰迪，直接使用 AB 控死了。史莱德还是把艾普雷尔抓走了。第二关城市街道，左右 AB 这一下需要注意2个方面，第一是你的 AB 成功率要高，之前我也说过。先要按跳，然后马上按攻击键。第二呢，你在使用出来 AB 之后，需要快速的左右晃动方向。太难了呀，这个操作不适合我。如果早30年的话，我可能会选择练习一下，但是现在感觉晚了呀。刚才滑着滑板的妹子，小的时候都会上去 A 一下，甚至和小伙伴合作的时候，2个人争先恐后的上去 A， 生怕另外一个人打不着。你要是问为什么要 A 他一下，问就是手欠啊，感觉也是游戏当中的一个元素吧。又是一个左右 AB， 这招看起来真的爽，学到了。大家注意这里的计分方式，它是分数制，不是击倒制。击倒制的话是记录你打倒了多少敌人，但是利用一些机关打的好像是不算，所以尽量还是亲力亲为，自己把小兵清理掉。刚才打朱莲比伯的攻略方式和之前打犀牛罗斯泰迪的一样，都是利用 AB。直接打出硬直，然后第2发再续上。这样打的话，对你的节奏感要求很高。我感觉我是控不住的。
这里来到了下水道，但是这里还不是第3关。这款游戏的关卡的记录方式可能跟很多小伙伴的直觉不太一样。关卡数是7关，但是场景一共有10个。这里就是第3个场景，但它仍然是第2关。这一点可能很多小伙伴没有注意啊。用 AB 擒老鼠，效率真的高啊！这款游戏你掌握了 AB 之后和掌握之前，完全就是2个游戏。我记得我10岁左右的时候玩这款游戏，和小伙伴一起，刚刚接触啊，那个时候游戏量也少，所以上去都是平 A， 感觉游戏的难度很高，基本上就是和对面换血。这里这个 BOSS 大家猜是谁呀？我发现之前我录制的时候从来也没给大家介绍过，驾驶的这个机器的就是苍蝇男、苍蝇博士、巴克斯特。后面咱们还会再打他的本体，这里的过场动画就能够见到他。这款游戏出品于1990年，到现在33年了。我估计有90%的小伙伴第一次了解到，刚才驾驶着飞行器的那个家伙是苍蝇男。这个也不奇怪啊，因为小的时候玩这些游戏，上哪儿能够获取这些资讯啊？我95年才开始看电软，之前的7、8年玩游戏真的是瞎玩，不懂英语也不懂日语，手上最高精尖的辅助装备就是一本红白机游戏秘籍，而且是很多人都翻烂了的那种啊，记载着一些很初级的游戏秘籍，比如魂斗罗的30条命之类的。我估计和我同时代的玩家应该都见过那样的书啊，版面不大，而且现在想起来肯定就是盗版书啊。这种雪人控的不错，让它封起来的话，它会发射跟踪导弹。这里就是第3关了，中央公园，但是在下雪啊。这里被设置了一台天气控制机，神龟们就是来拆它的。这个打法我从小就会啊，用了30多年。本关是红白机的原创关卡，街机版是没有。BOSS 叫做拖拉，看起来是一只北极狼，或者是一只二哈。当你学会了左右飞脚的时候，它就是最简单的 BOSS 了，所以叫它二哈也不为过呀。这里是第3关的下半段，街机版的第3关是直接从这里开始的，是一个停车场。街机版我给大家录制过，通关的话大概需要25分钟左右。
比红白机版要短，而且街机版的难度比红白机版要高。不过人物动作的丰富程度又更好一些。刚才这个桶只炸到了一个小兵啊，比较理想的情况，它可以炸2到3个。这些突然开出来的车，小的时候经常被压到。你明明知道它要开出来，但是就是反应不及啊。前面这个车应该也是开出来的。小的时候甚至没有想过呀，站在屏幕的最下方来躲。主要还是接触这款游戏的时候太小了呀，还没有形成总结经验的能力。刚才那个桶不错呀，这下 AB 也不错，都清到了3个。这里就是 BOSS 战了，打的就是苍蝇博士、巴克斯特。这个 BOSS 我小的时候也这样打，攻击有盲区，所以龟师傅尝试切他中路啊。打完之后救出了埃普利尔。这里注意，要开车了呀！埃普利尔亲了乌龟的头，所以他们果然是在开车呀。第4关，上高速了呀！这条路叫做圣玛利亚。刚才我介绍这款游戏的时候说是《忍者神龟2代》，但是细心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，它的标题是不带版本号的。其实红白机平台的《忍者神龟》系列有2种版本的计算方式。日版的话，本作是《忍者神龟1代》，之前那部叫做《鸡龟忍者传》，和它不是一个系统。美版的话，本作是算2代的，3代就是可以按下攻击挑人的那部作品。日版和美版的这种区别，其实给大家造成了很多困扰。你比如说《真三国无双》系列，日版和美版就差着一个版号，差1代。其实差1代还好。有些游戏互相之间计算的是非常混乱的，你比如说超级忍系列，有些情况下是发售的地域、发售的年代不一样导致的。但是超级忍这款游戏在剧情上人物都差着辈分，你这样的话整个游戏的故事逻辑都不一样，你就很难能够把2个版本统一起来，除非你能够像忍龙那样重启整个系列。这里是第4关的下半段，仍然是在高速上，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载具，就是喷气滑板。敌方也出现了新的作战单位，开着直升机来的呀。直升机的耐久还是很高的，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打它不是用 AB， 而是用跳跃攻击。
但是经常会被飞机前方的机关枪给打到。这种偷下盘的方式其实更加科学。这里演示了一个 bug， 跳跃的时候按方向的中间啊。前方是剧情杀，神龟们翻车了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。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《忍者神龟2代速通》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